说到 Motorola， 不晓得大家会想到什么？好，如果你真的有想到什么，表示你年纪应该跟我差不多哦。现在的年轻朋友可能已经没有当时 Moto 叱咤风云的印象，但是这个品牌在市场中依然非常努力的在推出具有吸引力的产品，让 Motorola 这个名字慢慢又回到年轻朋友的耳中哦。而今天要介绍的这个折叠手机 Razer 50 Ultra 就是最具代表性的产品，而且真的非常的好用。接下来这一集就来分享 Razer 50 Ultra 的各项特色给大家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Kissplay。不晓得大家还有没有印象，在台湾最早推出折叠手机的品牌，除了三星以外，另外一个就是 Motorola， 而且每一代产品都有在台湾推出。这是推出的最新款折叠手机 Razer 50，还有 Razer 50 Ultra， 不得不说，真的是我用过翻盖手机中最好用的。其实说到折叠机啊，与我年纪相仿的朋友一定对于 StarTAC 掌中新传有印象。这款经典的手机就是由 Motorola 所推出的，所以在功能手机时代啊，Motorola 它就已经对折叠机非常的熟悉了哦。所以这几年啊，持续推动折叠手机，也有一点想要找回往日荣耀的感觉哦。好啊，今天的重点当然就是这个 Razer 50 Ultra。其实这个一拿到外盒啊，就有发现到，这个味道真的很好闻哦，真的很香。这其实在前一代就已经有了，他们在盒装里面啊撒上了跟瑞士香水合作的一个香水哦，所以开箱的时候，感觉真的很棒。那接下来我们就从外观看起，接续再来看一下功能特色、效能，还有一些拍照的功能。Razer 50 Ultra 这次总共有3个颜色，分别为凹豆绿、海军蓝，还有蜜桃金。其中蜜桃金啊是跟 Pantone 合作的年度颜色，不过我自己私心最爱手上这一款凹豆绿。为什么叫凹豆绿呢？应该是 Outdoor Green 哦，这个叫凹豆，其实一开始我也觉得有点没有办法理解，后来音译之后才发现真的是 Outdoor 哦。那搭配啊类皮革表面啊，不止不容易留下指纹，其触感真的很好啊，当然看起来也非常有质感。外萤幕部分就是它的最大特色啊，就是4寸的大萤幕啊，只留下小小的边框啊，还有2个镜头的位置，几乎把整个萤幕啊就是占满了哦。而且萤幕规格还不错啊，它采用 PM-OLED 显示器，支援最高165赫兹的高更新率，峰值亮度啊甚至高达2400 nits 啊。另外，萤幕保护玻璃啊，用上 Gorilla Glass Vitus 玻璃，保护力就更好哦。那当然，大家最关心的就是折叠的耐用性，还有内页萤幕啊，它的折痕会不会很明显？其实打开萤幕之后啊，你不仔细看啊，真的我完全看不出来到底有没有折痕哦。那你要去摸的时候才会有发现哦，折痕相当的不明显。另外，在对折之后啊，也没有明显的缝隙啊，所以上下萤幕贴合度其实相当好。那萤幕就是折叠耐用度的部分啊，它采用全新的水滴型的转轴，也通过60万次的折叠测试啊，这部分啊，我想大家应该不用太担心，所以我这边折来折去也没有关系哦。在内页萤幕的规格也给得非常好，它采用6.9寸的 POLED 显示器。萤幕更新率最高达到165赫兹，比一般的智慧型手机还要高上不少。另外还有支援220赫兹的触控采样率，游戏模式下触控采样率还能高达300赫兹，亮度最高呢则是到3000 nits， 这是相当高的亮度哦。那基本上就算是在夏日艳阳下，这样的显示器的亮度也足够使用了。Razer 50 Ultra 除了有着超大的外萤幕以外，它的功能也是目前折叠手机中最完整的。基本上内页萤幕可以用的功能，封面萤幕也都可以顺畅使用。另外，封面萤幕还可以设定4个常用的应用程式，方便拿起手机时候就可以直接点选使用。外页萤幕使用方式跟内页萤幕其实很相近，从顶端这边拉下来啊，就可以开启控制中心。那通知列呢，则是在左下角这边哦，点开来就可以看到最近收到的通知。那在萤幕上左右滑动哦，就是跟我们一般使用手机的方式一模一样，就可以去查找一些你的 App 啊。那像是地图啊 ，Google Map 或是 Gemini 这样子的应用程式都可以使用，当然也可以去拨号啊、查看天气、查看行事历等等，基本上操作就跟一般的智慧型手机逻辑是很相同的。
那如果你是点击可以输入的栏位，像是搜寻栏位，就可以直接在荧幕中叫出键盘来输入啊。那因为这个荧幕其实很大，有4寸左右，所以输入起来还算方便，不太会有误按的状况发生。那这次 Razer 50 Ultra 也加入了 AI 功能，除了前面我们提到可以直接在封面荧幕使用 Gemini 以外，手机中也具备 Moto AI 的功能。你可以拍一下当天的穿搭，就可以生成桌布，很适合啊，就是你要把手机搭配服装来去做搭配的一个朋友去使用，完全贴合穿搭。另外还有更好玩的，在 Magic Canvas 创意画布功能中啊，直接输入文字就可以产生 AI 图片，直接依照喜好来更改封面啊。虽然现在目前只支援英文啊，但依然非常的好玩好用。Razer 50 Ultra 这次在镜头配置上非常有趣啊，很大胆的把超广角镜头拿掉，取而代之的是2倍光学变焦。这次采用5000万像素 f1.7 的主镜头，搭配5000万像素 f2.0 的2倍光学变焦镜头。不得不说，我比较喜欢这样的配置。毕竟我的使用习惯来讲，长焦镜头的使用频率啊，比起超广角要多很多，拍摄人像的效果其实真的也比较好一些哦。人像模式中提供多种不同的焦段，包含2835、50、85mm 这种摄影师比较常用的人像焦段。那这些焦段经过特别的调教，所以拍摄起来效果我觉得还蛮不错的。而且搭配折叠机的优势啊，像是拍照时啊，可以直接把手机折成各种角度来取景，无论是90度啊放着拍啊，或是设立成帐篷模式拍都可以。如果要帮别人拍照的话，也可以利用封面荧幕跟内页荧幕同时开启预览画面，在双重预览的模式底下，这样被拍的人就可以在外荧幕上确认自己的表情跟构图哦。所以这个就不用担心说男朋友或是女朋友把自己拍得很丑这样子啊。就实拍表现来说啊，这 Razer 50 Ultra 拍出来的照片，其实调性还蛮讨喜的，测光还蛮准确的。对比度稍微有偏高的一些啊，那色彩也偏浓郁一些，不过我觉得这是算是讨喜的一个色调。那照片成像比起预期啊要好非常的多。Razer 50 Ultra 采用高通 Snapdragon 8S Gen 3处理器，这款处理器同样采用台积电的4奈米制程，属于中高阶的处理器。它没有用上最顶规的处理器的目的，其实很明显，就是为了让价格更漂亮。台湾上市的价格是31990元，相较于其他折叠萤幕手机来讲更亲民。虽然处理器没有到最顶规，但是它效能我觉得还不错。透过AnTuTu跑分得到110万分的成绩 ，Geekbench 啊也得到单核1668分，多核3379分。3DMark 的测试啊也得到3211分的成绩。要玩热门游戏，这样的效能我觉得是非常的足够。比较令我惊艳的是啊，它的续航力表现真的是超级好哦。也就是说我在测续航的时候测了非常久。它配备4000毫安时的电池啊，透过 PCMark 工作 3.0 来测试，电量从100%消耗到20%，居然可以达到15小时49分哦。这个续航表现已经超过部分搭载5000毫安时大电池的手机啊，真的很强。那充电部分也给的不手软哦。那充电部分是给了45瓦 Turbo Power 的充电啊，也支援15瓦的无线充电，还有5瓦的反向充电。而且更过分的是，包装内居然附上的是这个68瓦支援 PD 的充电器，你知道吗？为什么这45瓦会附上68瓦呢？是因为呢，它想要让你用带一颗啊，就可以充任何的装置，像是充笔电啊，我觉得这一颗充电器也非常的足够。整体来说Razer 50 Ultra 的升级让我非常的有感。针对使用者在使用折叠机上的需求进行改进啊，像是更大的外萤幕、IPX8 的防水设计、更坚固的机身，还有导入 AI 应用，还有更长的续航力，加上非常有质感的皮革机身，整个就是诚意满满的啊。那相机规格部分，我觉得这就见仁见智哦。它大胆的舍弃超广角，采用长镜头的配置，算是有好有坏啊。缺点啊，就是少了超广角可以满足壮阔的场景来拍摄哦。那优点就是呢，因为有光学长焦镜头，所以在拍摄人像时候啊，可以增加不同的构图还有取景方式。我认为这个是比较适合我用的啦哦。那在翻盖折叠手机中啊 ，Moto 推出的产品，我觉得一直都是很优异的。如果想要体验折叠机的话，
Razr 50啊，确实是一个相对容易入门的机型啊，所以推荐给大家。以上就是 Motorola Razr 50 Ultra 的评测，感谢大家收看这期节目，希望大家也会喜欢这次内容。如果有任何建议或问题，也可以留言让我知道。我是 Kissplay，我们下次见喽，拜拜。